小姐又来住祠堂了。不过是拆了点旧家具，就罚我住3天祠堂。小姐夜里蚊子多，您可得忍着点儿。蚊子？切！小姐你先歇着，剩下的让我们来。还是自家地方自在。那败家女在里面哭了吗？回老爷，里面一直很安静。安静？那是蚊子还没咬够。开门，我倒要看看他知不知错。门锁坏了，可是要赔的。你把我后院那套闲置的红木家具拆了，就为了做这2个怪物？那是艺术，您不懂。老爷，礼部侍郎大人带人闯进府了，说是要找救命的东西。动作比我想象中快。小姐，这2个木人放哪儿啊？老爷肯定不让放府里了。木人拆了，零件留着以后用，外壳擦干净，放柜子里锁起来。以后他们就是咱们郭坊的第1批教具。娘，您当年没做完的事，我替您做完。这些齿轮和屠魂，总有一天会派上大用场。贡院东墙外就是永宁局，入夏以来蚊虫滋生，考生夜里根本无法执笔。大人莫急，下官族中世代经营香料，有一味安神蜜香。试过了，你们苏家的、林家的、城南万宝斋的全试过。第1种烟太浓，考生咳到答不了题；第2种味道尚可，烧完半炷仙，蚊子又回来了；第3种倒是有效，1盒12两银子。贡院3000号舍，你替本官算算要多少银子？本官今日登门，不是来找苏家香铺的，是贡院值守的军需官说，前日在苏府家宴上见过一种黑色盘香，效果极好，价格极低。大人要试很简单，先闻再看。明月，大人面前不可胡闹。点上。能烧多久？回大人，此香工艺特殊，有风则需调整摆放位置。2个时辰够了，秋市每场3个时辰，中间换1盘便是。多少银子1盘？1文钱。你说什么？1文钱1盘。1文钱？你这是卖香还是送钱？不宜压价扰乱行市，居心何在？大人，他这是恶意贱卖，成本都兜不住，必然偷工减料。兜得住，原料是药铺费药渣，不要钱，我出人工去铲就行。须苏丛长在城外野地，随处可采，成本为0，卖1文钱1盘，10盘进账10文，净赚8文。苏小姐，贡院3000号舍，每舍3盘，就按1万核算，这是定金，3日之内交货，验收合格，尾款当日结清。小姐，1万盘，3天，咱们做得出来吗？银票拿到了，可做不出来就是违约。既然手磨不完，那就让水来磨。小姐，昨夜7人研磨1整月，成品2287盘，3日至多900，缺口9100。做不出来就是违约，违约的后果，礼部会跟我们讲情面吗？到时候不止赔银子，还得有人去衙门交代。不会违约。哼，怎么再请50个人？不需要，请一条河。城外10里，旧窑厂旁边有一架废了7、8年的水车，水利贷10年，效率100倍于人工。荒唐，那是祖产，先辈留的东西。7、8年没人修过一次，轴承锈死，水轮腐朽，再放3年，风一吹就塌。到那时，您手的祖产就是一堆烂木头。若你改坏了呢？毁了水塔又交不出货，我赔。改造失败或3日交不出合格烟仓，我名下嫁妆田产悉数变卖，我只要3天使用权，立字据。文远，反正那东西也快烂了，总比违约强。字据我立，但你记住，毁了祖产又交不出货，我第1个请家法，逐你出族。小点水车真能行吗？没有万一，只有算不够的数和没找对的路。苏小姐，这堆废铁真要动？人磨不完，那就让水来磨。你这是在挖苏家的祖坟。三叔来的正好，主轴得用铁的，你phủ上2根旧枪杆，杆子还能用。水轮拆了，轴承断了，良将当柴火。3日之后交不出货，你怎么面对列祖列宗？苏小姐，水车磨谷称米那没跑，可药渣锯末这些轻飘飘的东西，10年压下去，他们四处乱飞钻缝，到头来磨的是风。听见没？连韩师傅都明白的道理。所以不靠蛮力，要控分次，
定量进料，碾盘留缝漏细粉，刮板扫粗料回碾。打起来是。开闸。拆了祖宗的水车，就换来一堆烂泥，2天半，你拿什么交货？认输，把烂摊子收了，或许还能少赔。我看到了。2个问题：第一，一次灌太多，没给它消化的时间；第二，我算错了轴承的承重，水云转起来的冲击力比我预想的大了3成。回府，去祠堂。木人胸口那个控制小鼓敲响的图轮拆下来带过来，再把库房里那根备用的粗铁轴搬来。是。又折腾那个破木头疙瘩。那是能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动一下的零件，装在进料口下方，图轮转一圈，推一下料，10碾开，再推下一把，像定时敲鼓。铁轴换粗1号，轴承座加2道铁箍。是按节奏位，布料片我来削，铁轴我来车。这次水慢一点。现在让它更快。1个时辰47袋，照这个速度，等于10个人磨一整天。轴承做铁箍，我再给你加1道，跑久了会松。晚饭前能好？能。这叫稳定燃烧。贡院是给考生答题的，不是放火的。我早说了，机器哪有人工靠谱？工钱省了，命还要不要？苏家熏香铺子30年，从没出过这种事儿。方大人，这2盘不合格，我认。问题我能找。1天1万盘，1盘也不能有问题。1天，我看你这次怎么翻。问题不在压制，不在晾晒，在研磨。粗的烧得快，细的灭得快。机器只管碾，不管分。韩师傅，做一个倾斜筛网，小轴上装偏心铁块，碾盘转一丘，筛网抖一下，粗料留上面，抖回去重碾，细粉漏下来。偏心轮我会，筛网找铜匠编，1天能成。头料也要定量，用木人配重盒的翻板结构，翻一次落1份，分量靠陪重定，不靠手感。配比记录我来建，每批料的药渣、木屑、榆树皮粉全部称重登测。好，从现在起，每一盘都必须一样。半个时辰，燃烧长度3寸2分，误差不超半分。今日这批合格。方大人，昨日5盘就有2盘不合格，今日您就验6盘是给你面子，验60盘是给我自己饭碗。哼！粘膜怎么解决的？鱼胶混桐油，熬3次，刷2遍，干透后压箱。这个涂料最不粘，是我提的。苏管事，昨日你说用机器赶工不如手工靠谱，今日这批1天3000盘，你要不要再验？苏小姐，我要看原料采购、生产流程和质检记录，还有不合格品处置记录，所有记录公开查验。陆大人，验货已毕。验货是验货。不合格品5盘，焚毁时谁见证？闻香路女工2名，窑厂管事1名，焚烧地点窑厂后山，距水源50步以上，记录在第7册第34页，附见证人画押。记录齐全，暂无异议。若他真有问题，贡院1盘都不会用。推官大人，有件事儿得请您帮个忙。原料可溯，流程可查，责任可究，暂无漏洞。明日亲验燃烧效果。这什么东西？一文钱1盘的黑疙瘩，礼部拿我们试毒！昨夜我在纸坊点了4盘，一只蚊子没见。不信我的，后午时间用旧香；信我的，签字画押。发香。前驱无闻，后驱未决，对比已不需再做。
考生夜间记录全到了。子时无闻，丑时无闻，寅时无闻，效果稳定，可纳入贡院长期采购。小姐，铺子被挤满了，全是来问蚊香的，客栈、书院、民宅都来了。贡院是一次性订单，散客怎么接怎么供，你想过没有？从今天起，蚊香房归你管，建账排期你定。我接。大小姐，城外十里村棉农求见。苏小姐，棉田遭虫灾被咬坏了，听说您的香能驱虫，能救我们的田吗？这虫，蚊香没用。去花草的试验数据找出来，棉庭虫不是蚊子，配方得重来。停！苏小姐，我想着蚊香能驱虫，这粉直接撒下去。这是棉锦虫，它吃叶子、吃根、吃棉胖。蚊香是让蚊子跑，不是杀虫。你再撒一把，棉猪先死。直接撒粉这种事，你得提前拦。我刚到。你的田1年就这一场，试验要是失败，秋堂，执笔。试验田1亩，失败，苏家按市价赔偿，棉农按指导使用，不得擅自加量。我不保证成功，失败了，账我接。签，咱们开始。不签，银子你拿走，另想办法。成了，真的成了。记住，只能用淡的。你要贪心加量，我也帮不了。苏小姐，江南织造商会特地来看看十里村的棉花。受灾棉花嘛，品相不好，我们出3文钱1斤，已经很有诚意了。那些更差的2文。苏小姐考虑考虑，我们商会的船可是唯一能运棉花的局进。别跪，站着卖你的棉花。苏小姐，生意场上念种子2文，租田4文，人工5文，驱虫粉4文，1亩棉花成本15文，你出3文，他们赔命给你。我出1斤5文，契约一式2份，官府盖印，不拖欠，不扣钱。真给5文？但驱虫粉的使用必须照我的规矩来，做不到的，我拒收。棉花出了这个村，没有船会运，你收也烂在田里。那是我的事，让一让，别耽误我签契约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买棉花5文收棉，运河被卡，坊娘被抢，你的布1匹都出不去，你拿什么付银子？爹，他断我水路，我自己织。棉花收进来，我们自己纺织，利润薄能活，活下来才能谈以后。我给你筹银子，但这一步出去没有回头路，孟锦荣不会放过你。我知道。让他有棉花，也纺不出一根线。小姐，都登记完了，47户，预计3000斤。去找韩师傅，工坊里所有旧纺车拆了，造一台能同时纺8根线的机器。一个主轮带8个顶子，转速太快，棉线肯定会断。我加了这个，能调节每根线的松紧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棉花的干湿不一样，每根线的脾气也不一样。你这一个调节装置管不了8根线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每个锭子都加一个独立的张力调节轮，这样湿棉调松，干棉调紧。这还差不多。小姐，城里的坊娘都被孟家挖走了，只剩下几个年纪太大或者身体不好的。没关系，我们招新手，
培训期半个月，管饭发半薪。半个月能学会吗？机器会帮他们。等8定纺车造出来，一个人就能干8个人的活。至少15天，齿轮要一个个打，轴要一根根车。好，15天，我们等得起。苏家的药粉有毒，我的苗全毁了。拿我们的田当试验品，呸！别碰！这里面记着每一户领了几勺粉，什么时辰撒，兑了几桶水。李家零粉3勺，规矩是1勺兑5桶水，晨露未干时喷。你家小子什么时候撒的？兑了几桶？晌午3桶，浓度翻了将近1倍。正午毒日头直晒，嫩苗当然烧死。查清了，违规使用，记录在这一页。你自己没按规矩来，但苗坏在试验阶段，种子和补充人工我出，契约不变，秋收照结。从明天起，统一量勺，统一时辰，秋塘现场教，学不会的不许再用。再有人乱来，契约作废，田地收回。苏小姐，棉是丰收了，可卖给谁？孟家放了话，谁收咱们的棉，别想在运河上做生意。码头半个月没来一条船，棉花有了，纺娘呢？织工呢？人带家伙全被孟家挖走了，这棉堆成山又有什么用？一只手只能拉1根线吗？小姐，账房说3日后雨季，棉花受潮即废。孟会长发了话，运河码头所有船家脚行不得接运苏家任何货。还有，城里纺娘工钱加2成，全被孟家包了。放话谁来咱们这儿，以后别想找活。一个人1根线，问题不在人慢。去我屋里，祠堂木人拆下来的传动轮、大木齿轮全搬来，一个主轮带动8个定一个人不再超看1根线，是8根。从今天起，苏家不加价抢纺娘，招新手，培训期照付工钱，管饭。但我需要懂棉线脾气的老师傅，告诉我转速多快不会断线，张力多大才不松垮。参与设计的人计入技术工，按月发技术酬银。荒唐！8根线同时转，手哪有那么快？眼睛哪看得过去？断线你赔。所以需要您，机器出力，但棉线的脾气只有您摸得准。苏小姐，你这图画的不对，这个小齿轮位置再往上半寸，劲儿才传得顺亮。主轮边上得加个卡槽，不然纺起来晃。呵呵，李师傅，您说我画，轴承用铜还是铁？你也拿个主意。是。8根线同时转，好大的脸！那是你祖父留下的纺车。祖父留它是让人用的，是不是真不行？这3根棉不一样，这3个位置上的棉花，河沿村的，湿度大，线发涩。你8根顶子一个转速，涩的被扯断，松的被绞烂。这2根断口是磨的，倒沙沟位置低了，线蹭铁剑走，3圈就废。 8根线不能用同一个劲儿拽。哼，你造机器厉害，可棉花的脾气不归机器管。这里加个活套，能松能紧，湿棉走慢，干棉走快。倒沙沟再抬高一个指节，线走空不蹭铁。活套多大？钩子抬多高？给个准数。活套这么长，钩子这么高，往左再偏半分。李嫂来试。转了，8根都转了。小姐，今天一共纺了800丈纱，比以前快多了，还是太慢，而且断线率还是太高，有3成，已经很好了。以前一个人一天最多纺10丈，现在一个人能纺80丈，但我之前以为能纺100丈，我还是太想当然了。我只懂机器，不懂棉花。如果不是李嫂，这台机器根本成不了。谁也不是天生什么都懂，以后我们多向李嫂他们请教就是了。你说的对，技术再厉害，也得懂人的手艺，懂材料的脾气。明天开始，让李嫂带几个机灵的姑娘，专门负责调试机器。
我们要把断线率降到1成以下。左边第4根转速不对，这批棉是河沿村老赵家的，碎叶多，得多过一遍弹花机。跟明月小姐说了，记上。今日1200丈，合格1185，断头9次。李贵的闺女，族里的侄女，张二的媳妇。这种纱，从前只有江南顶尖坊女才能纺出来。用木头割的。听说没？机纺布穿不过一冬。秋棠，织一匹宽服布要甩多少次梭子？至少3000次。小姐，你去哪儿？去找韩师傅，还有李嫂。槽壁薄，梭子重，要么换轻梭，要么加铁皮。槽壁加铁皮，机架加横撑，梭子2头包铜，减重不减力。韩师傅，这滑槽槽口宽窄多少？比梭子宽1分，1分不能差。太紧梭子涩，太松会飞偏。我做铁剑，最烦的就是1分。我来，先慢拉。太快会撞。这里是死角，速度最大。槽口做斜面，让它滑出去，不是撞出去。再试。别嚷，还没织呢。拽，接头。这布是我织的，是梭子自己织的。30年了，我甩了30年的梭子。韩师傅，你去哪儿？回去把另外5架织机都改了。苏小姐，今天收布不收？收。秋棠，让李嫂带2个老姐妹，再开几架飞梭机。明天我要3匹。老爷，苏家工坊出新东西了。说。飞梭，梭子不用手送，自己在草里飞，1架织机的速度比5前3架还快。飞梭。小姐，纱库5天就空了，布追满仓房。孟家下了禁令，谁敢卖咱们的布，就断谁的货。果然，最直接也最笨的办法。我把话撂这儿，把布低价卖给孟家，他控渠道，你控成本，少赚点至少不赔钱，能回本。不卖，不卖，布堆满了没人卖，你想让苏家破产吗？你懂什么叫生意？我们自己卖。族叔，商业这事儿，我家明月比你想的远。小姐，要不要我去喊喊？是不是孟家已经……不用，人会来的。东家，苏家在城西开了间布铺，一间破仓房，他拿什么跟我斗？那铺子，他用现银租了3年。东家，苏家布铺今日售出3匹，来买的都是普通百姓。那老夫走时，小的瞧着布子比来时值了些。小姐，又是只看不买。这么便宜，新法子做的，省了人工。您摸摸看，结实。那我要这匹，那个500文的。
大娘，您拿好，不满意随时拿回来。哦，对了，姑娘，你这铺子明天还开吗？开，天天开。小姐，今天卖出去18件，5天的量。还不够，150文还不够。50文。东家，他们卖疯了。仿制，绞杀。要不我们也降点儿？降到跟他们一样的烂布价。去找顾巡警。干啥？让全京城看场戏。今日不卖衣，只验衣，哪件结实，拉过才知道。150文，值不值？现在还有疑问吗？这还能买？能，还是那个价。你这事儿做得漂亮，不过麻烦也要来了。礼部和兵部的人明天到，灾民安置的棉衣，边关换季的军需，量不小。一件衣服的终点，是无数件衣服的起点。走，回访。12000齿轮。韩师傅，从今天起，按这个尺，每个尺必须一样。手感是手感，规矩是规矩。手感会崩，规矩不会。12000件，坏一台修一台，不能坏一台摊一片。秋堂姐，齿轮崩了。小姐，是赵彤打的，6枚，韩师傅过手换了3枚，剩下3枚直接装了。他人呢？好了。崩的全是没过手的那3枚和没装的那4枚。10枚，赵彤一个人划不完。不是他一个人。我打了40年铁，教徒弟第一个规矩就是不在别人的活上动手脚，但现在不是您教的不好，是有人给了钱。谁？是赵彤，他跑了，但是跑不远。我韩百炼教出个贼。从今天起，每1枚零件下线，定1枚签，签上写打制人、过手人、检验人，装在哪台机器，上机日期，给零件件记账。检验人写谁？韩师傅。我？您签复核，秋堂签检验，他签的字您可以打回重来。你这套规矩立起来以后，就连我那小徒弟也能打出能用的齿轮。是。那还要我韩百剑做什么？韩师傅，您打过多少种齿轮？没数过。我替您数：织机、纺车、水车、碾盘、绞盘，17种。这17种里有4种模板打不出来，飞说的机缩齿轮、整气机和传动齿轮，挡床的进齿轮，还有定时图轮。陀轮？祠堂木人身上那个偏心的弧线全凭手感，您没了谁教？你这丫头，我们大家都需要您。机器崩了，齿轮裂了，徒弟跑了，你终于承认那些破玩意儿没用了？这是木人身上敲鼓的，
他在祠堂里敲了几十年，从没崩过。文远叔，祠堂里那些东西不是玩具，而是种子。哪种吧？小姐，文远叔他听懂了。苏姑娘，赵彤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在城南的一座废井里，在他怀里发现了这个。我要报官。这枚腰牌碎片就是关键证据，我会派人彻查孟锦荣。小姐，韩师傅说所有齿轮都重新了一遍。好，麻烦来了。明月，祠堂的东西得搬回去。文远叔，祠堂的头轮在筛粉，配重在头料，搬回去37个人的月钱，你发。香铺老李家的孙子上月穿了新鞋，那月钱是用你口中的败家屠轮交出来的本事挣的。你骂他是破烂儿，但那是37份月钱的根。我回去告诉三叔公，东西不用搬了，你继续做。文远叔，我娘当年画的那些图不是胡闹。韩师傅，土轮转到最上面这道痕的时候，进料口开得最大。对，接下来该通另一条线了。这是蒸汽机，能自己烧火，自己出力。我们有水轮，水轮会停。秋堂，明天开始排蒸汽机的工位，头轮、连杆、飞轮，先把结构定下来。小姐，造这个需要多久？至少21天，7天收集废铁，7天铸造气缸，7天调试。是。小姐，上游3湖水田2个月前从孟家买的，水渠里捞出半车碎石死鸡。今天的工钱照发，明天不用来上工，但识字班照开。机器停了，脑子可不能停。苏小姐，陆大人让我带句话。城外5里，黑石矿，积水3年，死过7个人。大人还说，矿里的水不是水轮抽得干的。替我谢谢陆大人，告诉他我不用水轮抽。那用什么？用火。说，库存够15日，月钱加原料的现银够1个月。要不工钱缓发？工钱照发，水渠和工人无关。明月，工坊遇难，我不能不管。设备800两打包，女工按商会标准接收。800两换3000两，还砍工钱？机器没水，死物而已。明月，现在没水，机器是废铁，先保银钱，银子花光，什么都没。三叔，女工不是工具，不能用完就扔。三叔，见过烘干房的锅炉吗？冒气的那个。那股气能推动木梁。孟锦荣断水，因为他觉得我只有水，水能被截断，火不会。不卖。我不买，我出钱开煤，出了3成归你，没出损失归我。你图什么？煤，我需要煤。你看了再说。最深2丈半，这底下有暗泉，边抽边涌。有把握？没有现成答案，方向对。出了人命，谁也保不住你。
第一，试验阶段没人下井；第二，工钱按天算，机器成不成与你们无关。那我们干什么？搬铁件、砌炉台，逃生绳没到位都不许进河道。包括你，包括我。不行！哪儿不行？气缸要圆要光，你看这料，内壁坑洼，蒸汽进去就全漏了。先做粗的，铸完把内壁刮平，糖床。什么床？钢体固定，手工糖床3遍，然后密封活塞补精度。点火！漏气3处，明天打磨活塞，包进油牛皮。漏的太多。记气缸接口、连蒜岗、排水口，还有吗？活塞在缸里卡着，活塞贴不住，铁料有问题，除非换料。活塞外包进油牛皮，受热膨胀，贴死内壁。是。换一段换一段，编号对应位置，谁的活儿将来一看就知道。这是冷凝水排管，泄压阀，压力超了自己弹开放气。贴住了，贴得死死的。后天是让密封垫吃满油脂。顶部密封了，出水了！牛皮撑得住。秋藤，拿烫伤药！我的错，牛皮太厚了。小姐，不怪你。美，比城西的好，炉温能再高一截。没送到。孟家管事说这条路孟家包了。记下来，今日路阻滞留，正常发务工钱。路被堵了，我们修一条。活塞推连杆，连杆带飞轮转半圈，飞轮靠惯性甩过下半圈，但这铁轻了。先试。开。铁太松，受不住冲击。停机。要更好的铁，更高的炉温。焦炭。北面这道，泥干了会缩。第二炉，泥里拌稻草筋，封口改湿砂压实，留观察孔看烟色。第二炉出炭率30%，土法炼敲，最多也就这样了。飞轮再重30%，死点前用人力推。用秋炭炉的铁，再铸一个。这里的密封形状对了，铁够厚，水自然抽得上来。第二个，什么时候能造好？铁呢？
铁商来线，途中遇匪，铁材尽失。库里的铁根本不够。去找走水路的铁商，孟家管不了水路。扎少了。手感不一样，像切豆腐。谁让你做的？没人让。上次齿轮崩了，查了2天，有编号，一查就清楚。继续。孟老爷，那个缸炸了。我知道，你说怎么才能做出来？唐床还有好铁。铁的事我来办。你觉得有这个就行？你不是最恨他败家？恨归恨，但我在他工坊看了半年。你怎么替他说话了？不是，我是来要我的300两。开罚！韩师傅，接上吧。连夜开工，按图打第2台。可是图纸上没有精度和密封。先打，打出来，我请人装。天机，韩师傅，就走。哪一批的 T07，比飞轮早铸2个月，旧铁。还有6根，都在线上。全停。秋堂，把 T01到 T09旧铁零件清单拉出来。是。T2焦炭铁的那根能用吗？长度差2寸，要重烫得4个时辰。歇4个时辰，轮班吃饭，锅炉保压。二老爷派人送来的。这石头好像是新堵上的。推不动。不好，是瓦斯爆炸，快救人！苏小姐，炸了！3个矿工受了轻伤，2个被困但意识清醒。韩师傅，你带人去加固井口支架。秋堂，去找大夫，再调几辆马车。是。伤得重不重？疼，好疼！坚持住，大夫马上就到。苏姑娘，怎么回事？通风井被堵，瓦斯爆炸，2个矿工被困。又是孟锦荣，很有可能。我立刻派人去查，先救人。苏小姐，可以下井救人了。我跟你们一起下去。太危险了！我是矿主，我必须下去。你们在哪儿？我们来救你们了！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把石头清理掉，别伤到他们。还好伤势不重，幸好来得及时。这次是幸运，以后我们必须加强煤矿的安全管理。是，我明天就制定详细的安全规正。从今天起，建维修班，机器有编号，每个编号1份记录。你们每天站在旁边，比韩师傅更早听见他打喷嚏。苏小姐，俺们不懂修，不用你修。我选8个人做设备记录员，识字的、记性好的，月钱多2成。记字也能多拿钱？你写下的那行字，可能救你旁边姐妹的命。转动找断钱，
如果有人记下异响，我们不用停4个时辰。我能试试。孟会长，气缸过差太大，铆接也没热处理，至少低压试半天。商会的人都到了，顾巡检也在，今天必须全压演示。点火，让所有人看看，蒸汽机不是他苏明月一个人的把戏。停火！要炸了！稳住，只是漏气。城东的消息，孟景荣没智商，他在废墟边见了一个人。人全出来了吗？全出来了，但我们的人说，孟景荣对那人言语，一个女人私造危险机械，若不查办，天下工匠都要被他搅乱。官府来了，把所有巡检记录、安全制度、事故报告放到前厅桌上。苏氏明月，孟景荣举报你私造机械已有伤亡，选司依例查验，查验期间机器不得运转。可以，但有个问题，孟家那台炸了的机器也查吗？都查。请。孟景荣，陈述举报内容。苏家机器，我亲眼所见，蒸汽冲破铁壁，铁轴飞出数丈。若朝廷用他这招数，早晚天下大乱。苏明月，按程序来，双方提交证据，您再判。双方需要提交的东西。图纸或设计说明、制造与运行记录、安全制度及事故处理经过。孟景荣，你的，其他的呢？我是来机举报他，不是来教我的。你的管事受伤，你拒绝铁匠的停机要求，这些都在巡检司当日的走访记录里。苏家蒸汽机运行至今3次故障停机均有记录。你的机器为什么炸？气缸精度不够，密封垫硬度不对，安全法弹簧用的普通铁丝。我求过东家，先低压试半天，够了。本司查验结论如下：苏氏工坊设备有完整巡检制度，零件有标准编号，操作有培训记录，事故有分析文书，现有证据不支持微气定性，不予查封。孟氏仿制蒸汽机无设计记录，无材料标准，无安全制度，无操作测控。事故原因为违规操作，强行加压，责任在操作方。孟景荣，你的铁匠当日劝阻你停机，你拒绝，这叫明知故犯。顾大人，何事？我想把机械安全规范公开，不是图纸，是规范。谁想造蒸汽机，先过这套标准。你不怕别人学了你的东西？人命大于天。我呈上去，不是来贺喜的。边关入冬早，急需棉衣2万件，帐篷3000顶，3个月内交齐。给我3天，我算完产粮再打你。明天一早，把所有机器的最大产能重新算一遍。3个月，怎么交？针脚密度每寸不低于8针，耐磨测试500次不破线。退货标准不能写现场判定，针脚差几针算不算合格？破线面积多大？填充量误差多少以内？写清楚。按他说的改。误期我认，但原料断工天灾延期需提前5日通知，协商汇旋。价格比市价低20%。规模订单损耗可控，不赚暴利，但付款改预付30%，每批交付7日内结清尾款。同意。 8针，过。7针半，退。叫贴标签的人过来。他不识字，靠颜色分。昨晚新标签颜色一样。大。学会这些字，你们就不再只是会踩踏板的手脚。
生产进度没问题，运输呢？孟锦荣定会深视。走2条线，第一条是旱路，我已经联系了十里村和郑家庄的棉农，我们用牛车先运一部分到附近的驿站，再由驿站转运。旱路不好走，遇到雨天就麻烦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出发。第一批先运最急需的棉衣，第2条是水路，等蒸汽船造好就走水路运。水路运量大，速度也快，能赶上后续。韩师傅，蒸汽船什么时候能造好？至少1个月。锅炉和蒸汽机已经造好了，现在正在装船。我会赶工，争取提前5天完工。好，1个月后，蒸汽船开始运第2批。那我也派10个士兵跟着牛车，保护运输安全。多谢陆大人。军需不是善事，交不出来，边关会死人。第4批冬衣明天能出，但没车了。牛车呢？全程能租的50辆，每天跑2趟，码头不接货，水路也死了。1天几趟？6趟，再多人废了。推。我操！再加200斤。量。这里窄了1寸2。加固铁轨。韩师傅，工坊里那台备用小锅炉，装得上矿车吗？你让机器自己拉车？轨道通了，但路从来不止1条。我就说这铁疙瘩只会空转使蛮劲儿。煤渣、铁屑、水汽，记，轮轨之间有3层东西在捣乱。太重，第1次空车试，空车也打滑。问题不在重，在咬不住。轮缘卡轨道内侧，撒砂增摩擦，轮面刻纹像鞋底。做3样：轮子焊铁边，装沙斗，轮面凿菱形纹。拆轮子！是。放弃！成了。轨道铺到码头，军需执政车，效率翻几倍。但铁料不够，本地旧铁撑不住，气缸有裂纹。外州铁，走水运最便宜。你的煤棉布，也全指着水路。孟锦荣今天去了码头商会，跟几个最大的船行东家喝了顿茶。他在卡你，不是卡煤卡铁，是卡你所有的出路。他要让你知道，就算造出自己会跑的车，没有船一样寸步难行。刚解决了路上运输问题，新的麻烦就来了。路有了，出口却没了。距边关军需交付还有30天，如若逾期，军法处置。7家船行1家都不接，理由全是年底结单，运力已满。孟锦荣给了他们多少好处？每船100两，比运我们的货多赚3倍。他可真是花了个大价钱。哟，苏家仓库的货怎么摆地上？没放船上是因为怕水吗？好大的仓库，好多的货呀！可惜了，全是死货。该不会是想飞过去吧？孟掌柜，你这是恶意垄断。规矩就是规矩，船行有自主择货权。陆大人，我说的对吗？通航令未尽，我管不了船行的生意选择。苏姑娘，我可以给你指条明路，把纺织厂
还有正拟机图纸，交出来。我孟家商会保你的活，半月内到边关。有些东西一个人拿不住，交出来，路才宽，才站得稳。苏小姐，我们来了。苏小姐去年救了我们全村的棉田，我们不能看着你的货烂在仓库里。水路走不通，我们走旱路，大伙轮流赶车，日夜不停，保证把东西运到边关。谢谢大家，路上所有开销，工坊全包。说什么钱？苏小姐的恩情不是钱能算的。几十辆牛车能拉多少？等到边关了，冬天都过了，冻死的是边关将士，掉脑袋的是你苏明月。能拉多少是多少，只要还有1辆车在走，就有希望。秋堂，安排装车，每车配2个车夫，带足干粮、水和伤药。第一批今天下午就出发。是。真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？苏明月，你别得意，旱路也不是你家开的。50两，拖走。这船烂的只剩壳子了。30两，现钱。你今晚就带人清淤泥。成。姑娘，这船底都烂穿了，桅杆也断了，你真要拿它运军需？沉江未鱼吗？没帆没桅，就算修好也走不快啊。你不是要修一条旧船，你是要造一条新船。底烂了，换3层厚木板；弦坏了，重做；桅杆断了，就不要桅杆；帆不好用，就不用帆。锅炉我们有，蒸汽机我们有，传动斗我们有，明轮可以造。20天，我要这条船能载着2000件冬衣逆水开到上游码头。路被旱死了，那我就用火烧出一条新航道。那铁疙瘩2000斤，一上船，船头直接扎底。我造了30年船，从没见过把烧火的炉子放船上的。锅炉不放船头，放船中偏后，前后用沙袋配重，差数控制在100斤以内。锅炉中心距船尾1丈2尺，左舷沙袋3袋，右舷2袋半。说的再好有什么用？没帆没桨，下水就是沉。就按照我说的改，改造好后下水，沉了我赔。开罚！停！哼，我就说吧，铁疙瘩压沉了船。秋堂，把排水塞拔了。你疯了！船会进水沉的。6个舱同时破3个，船还能浮。你的帆船能做到吗？娘，您当年没敢造的船，我替您造出来了。系煤号，航速，吃水，每半个时辰系一次。明轮轴的温度，用手摸，烫手就停。船自己会走，没帆，没人拉。1刻钟280步，比帆船慢1成，但不用等风。轴有点烫，再走半个时辰，得停1刻钟散热。锅炉外壁温度比半个时辰前高了5度，还在安全范围。超过手能摸的温度就减压。不对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如实记录。指针平稳，压力恢复了。你记得挺全。我相信你能修好，必须记下所有出问题的地方。距交付还剩24天，边关等不起。照这个速度，后日5时能到上游码头。
前面的船，交钱放行。上游商会规矩，一船100两。码头商会没有设卡权，这是私设款夹，孟锦荣干的。他买通了上游的水匪，不是旧款夹，是专门为我们设的。怎么样？想好了没有？100两，少一文都不行，不然就把你们的船凿沉。你们是孟锦荣的人吧？什么孟锦荣？我们是上游商会的。少废话，交钱。上游商会，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规矩？顾巡检也不知道吧？少拿顾巡检压我们，在这江面上，我们说了算。韩师傅，准备砍断铁索，船上有备用的大斧。是。你们敢砍断铁索，我们就放箭。大胆！本官是边关军需副指挥使陆沉舟，此船运送的是边关将士的冬衣，谁敢阻拦，以通敌论处，斩立决。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孟掌柜给了我们银子。奉命？奉谁的命？孟锦荣吗？他有什么权利私设关卡，拦截军需？动手！撤！我跟你们一样，手上的茧，机器磨不掉。这道伤疤，那是当年和苏婉一起试改良之漆时，被飞出来的木片划伤的。苏家的机器，一台抵你们10个人。明年呢，80台。算算，还剩几个人有活干？我不是要跟苏明月争什么，我只是不想看着你们像我当年一样被机器砸了饭碗。刚收到的消息，城西旧织坊孟锦荣召集了所有被停了的职工，说要去工坊堵门。我知道，他说的不全是错的，但他用错了方法。机器不是敌人，失业才是。回去，我们给他们准备新的饭碗，不是施舍，是让他们靠自己的手艺吃饭。苏家机器抢我们饭碗，苏小姐，孟家织坊关了，我们已经半个月没活干了，家里孩子都快饿死了。孟锦荣停你们工，给了遣散银子吗？机器确实会淘汰一部分旧岗位，但岗位不只有织布。年纪大的、手脚不便的，来我香料铺，原料分拣，香料正粮，各地送货收货，月钱不比纺织少。我那里也缺人。那个培训，明天能报名？现在就能，登记名字和住址就行。听说你收了我的人，城南城西所有棉田，你扔掉的人，地契都在这儿。你工厂80%的棉花都从这儿来，我今天就能把这些田全改种桑树。没有棉花，你的机器织什么？你可以改种桑树，但我也可以种棉花。十里村郑家庄的棉农已经跟我签了3年的契约，他们的田买不走。顾大人，这是何意？孟老板，有几桩旧案需要你走一趟。苏小姐，好手段。不是我的手段，是你自己的罪证。17笔，利滚利，地抵债，还有你收买矿工堵通风梗，收买水匪设关卡的证据，3个矿工的证词，还有赵彤死前托人带出的腰牌碎片，都在这里。赵彤案从犯已全部归案，另行判决。孟老板，请吧。当年的事不全是他的错，你爹太急了，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。三叔，你早就知道这些，对不对？我看着你们俩长大，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，但他后来做的那些事，伤天害理，谁也救不了他。这是我暗中收集了3个月的证据，本来想等你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再拿出来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的坚强。谢谢你，三叔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是你让我明白，苏家的根不是祠堂里的牌位，是造东西的手艺。孟家的垄断，朝廷要查；苏家的，难道不用查？孟家垄断牵扯出大量官商勾结，朝廷要彻查所有相关产业。
查就查，我们的账比谁都干净。秋堂，把我娘当年的所有图纸都找出来，我们要改良飞梭织机，用我娘的设计，让它更安全、更高效，让织工们真的能轻松点。是，母亲的遗愿是让机器造福人，而不是吃人。孟锦荣是用错了守护的方式。账册、图纸、矿器、军需契约，全部封存，等候核查。沈大人，封存之前，可否容我问一句：封存期间，工坊是否可以继续运转？边关的冬衣等不起。暂时继续，但不得新增产量。沈廷良是我推荐的人选，我请了回避，你不要怪他。我是你父亲，但我首先是工部尚书，若因你坏了朝廷规矩，将来有人拿着文章对你的工坊比这次查封更不利。我知道。你有把握？没有，但我有记录，每一笔账，每一个工人的工钱都有记录。那就好。苏小姐，苏家工坊使用煤矿，煤矿原属废弃私产，契约是否合规？合规，矿契由江州府衙见证，原矿主周老三签押，税款按季缴纳。军需订单系陆副指挥使私人委托，还是官方采购？官方采购，契约由军需司盖章，质量标准交付时限、违约责任均写入文本。苏家织机图纸是否独家持有？若朝廷需要，是否可提供？这个问题我有一份草案，请大人过目。图纸备案，工匠署名不得抹去。朝廷若需采购，按公开市价。机械学徒制公开招募，不按门第。矿区与工坊安全规条写入地方定规，事故记录向监察官员开放。若苏小姐本人离开工坊，这一套能否运转？秋堂，我不知道，但我可以让你们看到答案。请朝廷给我10日，10日内我不进工坊，不参与任何生产决策。如果工坊能正常运转，按时交付军需，就证明这套定规是可行的。你自己提出来的？是我提的。好，10日。10日，明日开始，我不进国坊。你没有什么要问的？我问你做什么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这不是你一直教我的，按定规来，记录来，按规矩来。10日，从现在起，你是总管事，任何事你说了算。3号机停了，转动轴异响。调4号备用转动轴，通知维修组先断电，隔离故障段，再拆旧件。邀请苏小姐来看吗？定规第几条？第1条，任何故障先按手册处置，手册未覆盖，报总管事决策。现在该执行哪一条？第1条。去吧。 2度温差，为什么没报？苏小姐以前说过，2度以内属于正常变动。苏小姐在时，她会亲自去看。她不在，我们不能靠大概没事过日子。从明日起，锅炉巡检1日4次，温度圈差超过1度，立即上报，停机检查。韩师傅会不会觉得太紧了？让他来找我。邱管事，1日2次没出过大事，4次太频。 铁料加热进度要拖，拖就拖。我要的是安全，不是快。苏小姐在时，苏小姐现在不在。韩师傅，你是技术管事，你比我懂机器。那2度温差，你真的觉得没问题？明天开始4次，延误我担责。
备料只够撑3日，外州铁料暴雨延期，再不来，备用齿轮做不出。备用仓库里还有多少旧铁件？那些都报废了。报废定规是什么？裂纹超3毫米或变形超2毫米，判废。调出来，让韩师傅重新检测，接近标准的降级使用，做非承重件。另外，把江州城内所有认可的铁匠铺的名单调出来，非核心工序外包，工钱按市价，质量按我们的定规验收，每件产品刻批次号，出问题追溯到铁匠铺。你做的比我预想的好，我只是按您教的做，按定规，按记录，按规矩。锅炉温度异常2度，你为何改巡检频次？加水只能缓解，不能根除。高温偏差可能意味着水垢或管路问题，增加巡检是为了在泄漏前发现根源。若日后邱管事也离开，这套流程能否继续？流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但只要学徒志在，每个岗位都有能按流程操作并做基础判断的人，工厂就能转。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第一批能独立处置故障的工人。本官会如实上报，苏家工坊可继续运营。苏小姐，你培养了一个好管事。不是我培养的，是他自己走到这一步的。累了，累，但值得。今早收到的。他们还是要图纸，他们要，但图纸给不给，怎么给，不是他们说了算。3日，足够我们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让所有人看见这些图纸到底属于谁。王侍郎的侄子张文远，特长栏是空的，王侍郎亲自派人送来的，说让他随便当个差事。王侍郎亲自开口，这门我进定了吧？什么考核，走个过场。按定规，入学需通过基础考核，不看出身，只看能力。明日卯时让他来，带推荐信也行，带人也行。考场上见。王侍郎推荐的，特长空着。明天让他来。可定规不会就学，考不过按规矩回去，考过了就证明这定规是真的。学堂明天开门，门开了进什么人看定规，不看人情，明白？师傅，您念啥呢？笑得合不拢嘴。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定规写了，参与改良、拧过关键螺丝都能署名，还能拿技术酬银。去，把你那套磨了3个月的量去收拾收拾，明天跟我去登记。你那量去校准法是我看着你琢磨出来的，算。我也能署名？怎么不能？手艺是你的，功劳就是你的。大家看，这个卡尺用久了会有误差，我们用这个标准块，每隔3天校准一次，这样量出来的零件尺寸才准确。以后所有量去都按这个方法校准。秋堂，你把这个方法写进零件加工定规里。好，我今天就写进去，然后发给每个工匠。谢谢师傅，谢谢邱管事。谢什么？这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。以后有什么好想法，尽管提，只要对生产有帮助，工坊都支持。哼，王侍郎亲笔推荐，下张文远特来入学。名册登记，特长无，
家学渊源，有些东西纸上不必写。那便写在卷子上，写在手上，按定规入学3关，你照常考。王侍郎的面子。本学堂定规第1条，入学不问出身，不论男女，只看能力。通过了，你是学员；通不过，门在那边。第1关，识字描图，开始。第2关，算术，开始。第3关，动手，任选一件，修复或组装。女的摸能摸出花来，坏了得看里头。名字怎么看出来的？陈素琴，我在孟家织坊做了10年织工，间隙大了，诵经会抖，经轴有毛刺，诵经就不匀。你装的这个内孔毛刺没清，强行压入，3个月必裂，不合格。陈素琴，第3关通过。老夫韩百镇任本学堂机械教校，今日收陈素琴等人为徒，教规矩，传手艺，能传下去的才叫手艺。这学堂只认手艺。苏姑娘，陆大人急信，边关800里加急。告诉陆晨抽、江州，接令，立刻统计现有所有机器的最大产量，煤炭、铁料、棉花的长期供货契约，算清楚。要完成订单，我们需要新增多少机器、多少人力、多少轨道、多少锅炉。天宝又已被曹枪军如果想学，可以留下来旁听，等下次招生再参加考核。学堂的门永远向愿意学的人敞开。这是我爹当年在工部任职时用的，我一直带着，但从来没用过。现在送给学堂吧。谢谢你，他会派上大用场的。邱管事的计划，苏姑娘的定规都很好，但我要最直接的东西，按时、按质、占量。直接的东西在这里。现有3条蒸汽纺纱线，额定最大产量日产细煤纱120担，本次均需订单折算需保持日产150担，持续9个月以上。现有煤炭储备，按最大产量烧4个月见底。铁料外运需10天。棉花已和十里村郑家庄签订3年长期供货契约。任何一台核心机器连续高负荷运转超过检修周期，停产1天，可能造成无法挽回损失。那也得赶啊！边关，我说的是不能靠透支，4班轮换，每班6时辰。核心蒸汽锅炉每300个时辰必须停机检修1天，人歇，机器到点必须停，这是定规，不能改。苏姑娘，你的意思？邱管事说的就是我的意思，定规第37条写得清楚。那就把这些检修轮转都写究进去，时间、数量、质量谁担责，白纸黑字。我需要更硬的东西。机器坏了，修得更久，损失更大。边关将士等着棉衣，他们没法歇。没有可持续的过程，就没有可靠的结果。我可以在契约里写明，机器故障导致交货延迟，所有损失由我承担，加赔30%。但前提是你不能要求我用注定会垮掉的方式来生产。你算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早知道我会来谈这些。长期订单必然要谈这些，我只是没想到你这么急。边关的冬天来得比江州早，比江州狠。去年有300多个士兵冻死在哨位上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更不能让机器在半路上垮掉。苏明月，你这工坊
比我见过的很多军营规矩立得都硬，这是好事，所以你最好别让我失望。苏姑娘，京城工部极地赴江州新轨道规划图。路从这里绕过去了，省了1800两，也守住了这里。苏姑娘，邱管事，3000两，改这点道够烧2月锅炉。祠堂都空了好几年了，拆了就拆了。祠堂地基3合土，比旁边农田硬3倍，原线走软土路基，多号木桩碎石，差价最多1800两。而且祠堂地下有老井，挖开容易塌方，返工成本更高。祠堂不能动，我娘就在这院子教我认榫卯，你娘苏婉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画出了第一个改良织机的图纸。你拆的那些破烂，一半图样是她描的。钱工坊出，祠堂改名叫启明堂。剩下的半块让韩师傅做了这个门牌。我守着旧铺子骂你败家，是我蠢。苏家骨子里从来不是只会烧香，是造东西。苏姑娘，邱管事，京城工部8派里下棋，江州市新规可暂保留，但需接受连续3日公开查验，由工部户部军器监联合派员，若发现重大隐患，即刻暂停资格，人等入京候审。3日够了。今日查验分3路，南线查账与工钱，东线查设备与安全，中线查定规与记录，所有区域全部开放，任何人都可以提问。比市价低3文，何故？大人，按品级分3等，我家虫害后棉花多拿了6成，这是契约副本。我上月诗没控好，扣了20文，这个月学会了，拿了5文奖，工钱条对得上。运转多久？检修记录累计372时辰，每12时辰小检，每72时辰中检，每300时辰大修，记录在此。我要看一次紧急停机演练，就模拟主蒸汽管接口泄漏。电压，韩师傅，通知下段停机令。定规第7条，工匠署名与技术报酬，署名如何界定？报酬如何量化？大人，这是技术贡献与报酬登记办法，署名需设计草陶试制记录，效果数据3者齐备。报酬分一次性奖金与后续技术使用金，韩百健师傅改良导砂器，效率提升12%，以案例支付奖金。外周仿制，核心结构未变，源头已注明，技术使用金已存入韩师傅名下。还有他徒弟的相区校准法，也按这个标准执行。第8条，事故追责与公示，若真出重大事故，如何追责？李侍郎，东线2号车间一台多动纺纱机传豆导异响，疑似疲劳损伤，韩师傅已按定规停机隔离，备用着库盘点，需半刻钟从工坊调运。通知库房取 A3 型备用转动头编号77。通知车间准备拆卸工具组3号起多加预热，维修记事本，现在开始写。时间、故障现象初步判断处理方案。去账房调取该机器最近3次检线路，连同本次故障说明一起送到这里。李侍郎、邱管事，裂纹起于剑槽边缘，长期单向定力集中所致，新轴已更换，运转正常。这是昨天预防性检修时发现该轴磨损接近临界值，已列立今日更换清单。故障发生在更换前。苏姑娘，你就不怕今日这故障被解读成机器不可靠，取消你试行资格？怕，但更怕装没事，等着它真断了，砸伤人，毁掉一整排机器，甚至伤到工人。定规第8条，事故追责，首先追查流程是否环备，更要公示我们如何发现、如何预防、如何及处理。今天这根轴就是一次险些出事的隐患，它应该被看见。这本册子记录了工坊自建立以来所有大小故障异常、险些发生的事故。第一次蒸汽机密封垫炸裂，烫伤学徒；轨道矿车脱轨，因轨距被改动；上个月锅炉水位器失灵，紧急停炉排查。每一次的原因、经过、改进措施、责任人全在里面。机器会坏，人会犯错，系统会有漏洞。可怕的是坏了不敢认，错了不敢改，漏洞藏着，等它变成大祸。大人要查定规，这就是定规最硬的骨头，它不是用来遮丑的，是用来剔除隐患的。经3日查验，江州机械工坊及相关产业试行机械工坊定规体系初备，记录可查，权责可诉，着予试行期1年，期满复验。另定规副本将传入工部档案，以备他山之时。户部和保守派官员仍有异议，他们认为机器会导致大量人失业，影响社会稳定，所以试行期间，你们必须每月提交一份工人就业报告，证明机器没有抢工人的饭碗，而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。谢大人，我们一定做到。京城工部批复，准你携技术记录与定规草案副本，乘蒸汽船入京陈述，船明日辰时发。码头那边，我刚收到快马传兵，京城码头沿用永安17年河运司章程，其中奋勇为京军刊载至7巧机器靠泊，
目前没有包含蒸汽船的条文，而且何运司的刘庄中是保守派，他肯定会阻挠你们靠泊。条文里没些可以，但也没些可以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知道，但规矩是人定的，不合理的规矩就该改。江州来的，按永安17年何运司章程第32条，凡未刊载之奇巧依据，未经查验，不得靠泊。贵船，请退至下游30里候查。刘主事，章程所进是未经查验，我船自江州来，携带机械工房定规试行备案、江州航行记录安全检验文书3册，正欲呈交工部与何运司查验。此刻停于江心公共通航水域，未靠泊、未装卸、未澳航。此物烧煤吐烟，若起火爆炸，惊扰沿岸百姓，损毁码头设施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担责条款在第3册安全文书第10条，火灾应急之法包括停机、断煤、水龙处置、人员疏散、赔偿额度写明了。大人要看，现在可操操。若因我船安全措施不到位造成任何损失，苏家工坊全额赔偿。我无权放行，在此候着，我上报工部与何运司。什么无权放行？明明是故意刁难。他不是故意刁难，他是怕这新东西坏了他守了一辈子的规矩。现场核对，一项一项查，不能漏。所有安全条款均已落实，与记录一致。王郎中，依你看，安全措施倒是齐全，但章程里确实没有蒸汽船的条文。章程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永安17年的章程没写蒸汽船，也没写火车，总不能因为祖宗没见过就不许后人造新东西。况且边关军需10万火急，蒸汽船的运输速度是帆船的3倍，误了军需，你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。靠岸后，船停3号夺位，每日辰时、申时各报备次运行情况，试靠期3月。愿定规应公开。可愿今日补的章程应粗销各州府河运司，张贴于各码头公告栏，否则今日正一船能试靠，明日别处造了，又是一条未刊载。此定规即刻抄操各州府，一体遵行。陈叔，这新玩意儿会不会抢了咱们的饭碗？饭碗不是抢来的，是干出来的。他能拉货，咱们能搬货，只要肯学，总有饭吃。旧闻退位，新航道已现，技术的浪潮终将冲破一切阻碍。各位大人，蒸汽技术不是洪水猛兽，它是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工具。在江州，它让棉农的棉花卖上了好价钱，让织工的产量提高了8倍。它没有抢工人的饭碗，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。机械帮工、验布工、维系工、运输工，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新岗位。但机器越造越多，总有一天会把所有工人都替代，到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没饭吃，天下岂不大乱？王人变革会淘汰旧岗位，但也会创造更多新岗位。就像当年牛耕取代了人耕，没有让农民饿死，让他们从体力劳动者变成技术劳动者。苏姑娘说的有道理，技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只要我们引导得当，技术就能造福百姓。即日起，工部成立蒸汽术推广司，由苏明月任蒸差社技术总教习，免费教授工人学习机械操作与工匠维训。谢大人，民女定不辱使命。大家看，这个是主动轮，这个是自动轮。主动轮转1圈，自动轮转多少圈，取决于它们的此数比。大家看，这个是主动轮，这个是自动轮。主动轮转1圈，自动轮转多少圈，取决于它们的此数比。这小子现在比我还能讲，好多学员都喜欢听他讲课。苏先生，文远，课讲得不错。都是苏先生教得好。当初要不是您给我机会，我现在还只是个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。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，你自己肯努力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以后学堂就交给你和陈素琴了。我要去一趟江南，
看看那边的蒸汽纺织厂建设情况。苏先生放心，我一定把学堂办好，教出更多优秀的技术人才。孟景荣，有你的信。谁寄来的？江州苏家。孟大哥，江南河道站，鸣鸾蒸汽船吃水深，转弯难通行，无法通行。听闻你在研究螺旋经济，国法难为，我不会为你求情，但你的才华不应被埋没在高城之内。若有新的设计，可通过玉秉清寄回胶州，我会安排公布技术档案。苏婉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女儿比我们都强，她没有被仇恨困住，也没有被机器吓住，她真的做到了，让机器造福人。都准备好了，第一艘螺旋桨蒸汽船明天就可以试航了，用的是孟景荣寄回来的设计。谢谢你，陆大人，这1年来多亏了你的帮助。不用谢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，能亲眼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是我的荣幸。小姐，江南那边传来消息，第一地家纺织厂已经建成投产了，产量比原来的手工纺织厂提高了10倍。还有，北方的煤矿也用上了蒸汽抽水机和蒸汽巧灵，产量提高了3倍，矿工们再也不用靠人力抽水拉煤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总有一天，蒸汽机会开进每一个村庄，每一个作坊，会有更多的人因为技术而过上好日子。娘，您看到了吗？您的愿望实现了。